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赵今麦山林穿搭彻底火了，一套仙气，一套酷飒，普通人照搬都好看。同一片山林里，一个女生可以既是山野仙子，也能变成酷飒小导演。赵今麦这次2套造型，就硬生生把户外穿搭玩出了2种性格，真有点东西。先说人，赵今麦这2年是真的挺能打的。电视剧里开端少年派2，我要逆风去。影视圈里一路踩在正剧线上走，角色基本没翻车。我翻了下人民日报客户端、央视新闻这些平台之前的报道，提到他时都是年轻演员里有代表性、很有灵气这种评价。中戏在读，作品节奏稳定，这种小花本来可以放心走业务挂帅、不折腾的路线。结果呢，他偏偏在穿搭上越来越有主见，而不是走那种安全、无聊的白甜路线。这次山林拍摄，2套造型放一起看，反差非常明显。一套墨绿色抹胸长裙，一套藏蓝波点挂脖短上衣配黑色丝绒阔腿裤，说好听点是风格多元，说直白点就是一个人演了2种人生。先看那条墨绿色抹胸长裙，我第一眼看图的时候，脑子里就蹦出来4个字：会穿的人。绿色其实挺难驾驭的，尤其是墨绿，还要放到树林里。你想想，稍微一选错色号，人就被背景吃掉了，远远看就是一团绿。她这条裙子用的是偏深一点的墨绿，带一点灰调，而不是那种鲜亮的草绿。颜色压住了，所以人不会显得浮，而且和山林的绿树合在一起，有种同色系又有区分的感觉，就是眼睛很舒服，不炸。裙身有褶皱设计，这个点挺聪明的。抹胸本来就容易暴露身材问题，稍微布料平一点，镜头一拉近，胸线、腰线全要命，而褶皱会自然形成一点阴影。视觉上把腰线往里收，人一下就立起来了，不是那种直上直下的不包人。胸口那块玉石链条点缀，是整身的精气神所在。户外拍摄本来就容易光线乱，山里光影一半一半，有时脸亮，身上暗，而这块点缀一挂，在阳光下有点微微反光，视线自然往上走，就不会全跑到裙子下半身去，也算是悄悄帮他把重点拉回上半身。配饰这块他也没乱搞，就是细金首饰加金色凉鞋、细金项链、细手链这种，在镜头里不会太抢戏，只是让皮肤更显干净一点。金色凉鞋一上脚，整套就有了完成度。有网友老说露脚趾不好拍，其实问题不在脚，是鞋。金色凉鞋线条干净，和墨绿搭在一起，感觉有点像树叶缝里透出来一小块暖光，很顺眼。而整个造型放山林里就很有故事感，不是那种精修出来的棚拍感，而是你会脑补，他像是出来散心的大学生，误入一片安静林子，在风里站一会儿那种画面。我就纳闷了，多少时尚大片硬凹山野大片，非要加奇怪的妆容、夸张配饰，看着怪用力。而他这套就很简单，颜色选对，材质顺着环境走，反而高级。再看另一套藏蓝波点挂脖短上衣配黑色丝绒阔腿长裤，自带一条铜面料飘带，这个一出现就是换魂级别的。挂脖短上衣最大的点在后背，后背大面积露背，这种设计一旦处理不好，很容易跑偏，要么变得很性感，要么像在走红毯。而他这个故意用波点中和了露背的劲儿，藏蓝底色配小波点，有点复古。挂脖线条把肩颈勾得很好看，夸张点说，有点小号老港片女主的味道。大露背一转身，风一吹，那个飘带就跟着往后甩，很有动态美。我看到这个飘带的时候，
脑子里瞬间闪回以前某些港星在山里拍 MV 的画面，镜头跟拍，飘带一直在后面拖着，一点点风就够他发挥。黑色丝绒阔腿长裤是另外一个妙招，很多人一听户外山野就本能往运动风、棉麻风上靠，他这条丝绒阔腿裤一下子把质感抬上去了。丝绒本身自带高级感，但是配成阔腿又不会太拘束。山路不算特别平，阔腿裤走起来是飘的，而且黑色会把腿型的一些小问题全盖掉，剩下的只是腿好长的印象。整套搭在一起就是轻便但有主角气。你仔细想，他这套如果去逛街、去室内展厅拍照也完全没压力，而放到山里又不会显得太突兀，就是一个有点艺术气的小女生出来取景的感觉。很多人会问，户外拍摄穿露背、丝绒会不会太做？我只能说，看什么场景。你要是真去爬山涉水，那当然不合适。而像这种明显是拍大片、拍时尚画报的场景，衣服本来就要为画面服务，只要安全舒适度在范围内，风格就可以稍微放开一点。这两套放一起看很有意思，一个是跟风景融合，一个是从风景里跳出来。墨绿长裙那套，整个人像是被山林包住了，气质柔轻安静。而波点挂脖那套，是把他整个人硬生生从背景里抠出来，变成画面中心，走路带风。而赵今麦本人在镜头里是那种脸很干净、不张扬的小姑娘形象。你看她之前演开端的时候，穿的基本是普通学生装、卫衣、棉服这类，很贴现实。而到现在，慢慢开始玩造型，从红毯活动到这类户外拍摄，风格在扩宽，但不会飘，这点很要命。我翻了一圈国内娱乐媒体的图，说实话，他的造型翻车率很低。央视电影频道、新华社在报道他作品时，配图多是素颜感很强、校园气质那一挂，不靠奇装异服吸引眼球。他现在在造型上做的，就是在干净这条主线上的延伸。说白了，很多年轻女演员容易走两个极端，要不就是永远白裙、粉裙，做劳式甜美；要不就是强行御姐，大红大绿，深 V 大耳环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她长大了。而她这次两套造型，给了个挺好的示范，同一个人完全可以玩风格反差，但底色依旧是清爽舒服。讲到这，我就想扯一句现实向的，普通人去郊外山野拍照，咋借鉴他这两套？一套思路是绿色系长裙配浅金配饰，重点是同色但不撞。比如你可以选偏灰一点的绿、墨绿、豆绿，不要那种荧光绿。长裙可以有点褶皱，有点垂坠，材质别太硬。首饰上小金链、小金耳钉足够。鞋子能走路的金色凉鞋，或者有一点金属细节的凉鞋，拍出来都会有感觉。另一套思路是上短下长，线条清爽。波点挂脖上衣不一定人人敢穿，你完全可以换成波点短衬衫、短背心，但色系可以往深色走，比如藏蓝、深棕、酒红，都挺适合树林、山路这类背景。下装用宽松的长裤，比如雪纺阔腿、垂坠感西装阔腿，颜色压深一点，配上复古一点的金色耳饰、圆环耳环、小坠子这类，整个人就会有点年代感，又不会老气。很多姐妹一听户外，就只想到运动鞋加防晒衣，我真是醉了。功能性当然重要，你可以包里带防晒衣、运动鞋，但拍照的时候完全可以多准备一套出片装，拍完再换回去，这又不麻烦。明星在山里拍这么干净的造型，我们普通人学一点点思路，其实就够用了。
说回赵今麦，她现在这类造型的变化，说到底就是一个年轻演员慢慢找到自己的镜头感。不搞夸张不等于不尝试，她这两套，一套走叙事感，一套走气场感，风格差挺大，但都没有离开她那个清爽学生脸的基础，这就是聪明。而我挺喜欢的一点是，她没刻意把自己往性感那条路上推。挂脖、露背这些元素，说夸张一点，一不小心就变成用力过猛的成熟感。他这次靠的是版型干净，配色克制，把露背那块做成了一种轻盈，而不是攻击性。说到底，就是帅气多一点，撩人少一点，这个度拿得挺稳。有些明星上山拍照，非得带一堆戏，动作一会儿捧脸，一会儿撩发，一会儿回眸，镜头感变成表演痕迹。而他站那儿，动作很简单，靠服装和环境把故事讲完，这种松弛感是最贵的。我自己平时也爱跑郊外，真心劝一句，别再觉得山野穿搭只等于冲锋衣。冲锋衣有冲锋衣的场景，你要是带着拍照需求出门，学这种色系、材质、线条的搭配，照片能好看一大截。说到底，赵今麦这次山林两套造型，对女生来说就是个明显信号，同一个地方穿对了，你既可以安静的像风景的一部分，也可以酷到像在拍自己的 MV。而怎么选，不在身材，不在颜值，而在审美路子走得正不正常。我反正已经给自己记好笔记了，下次出门爬个小山，包里肯定会多塞一条绿色长裙，加一对小金耳环。人生苦短，照片好看一点不亏。